它会改变你对吹风机的认知。都给我卷起来！吹风机可以这么轻，这么猛。这个是 Dyson 价格的1/3。这个是 Dyson 价格的1/5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Evie，今天非常认真的吹了个头发，给大家测评一下最近风很大的莱芬吹风机到底值不值得入。其实我是这次暑假回国被安利入坑了莱芬，从一开始的这做的也太像 Dyson 了吧，到现在的用着是真香。那我手里的这2款呢，都是品牌送我的，但是他们说我可以随便发表意见，随便对比 Dyson。相信我，今天这个视频还是非常值得看下去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。那这个呢是他们的旗舰款 Swift Special， 一个呢是他们的最轻最便宜的版本，就是 ICE Lite。那在测评的同时呢，我也会拿来和我自己的 Dyson， 就是最新的 Nuro 做一个对比测评。我这款呢是磨砂质感的深空灰色，那按键的设计呢是在手柄的正面，就是用食指就能够轻松的控制。这里呢是强风和超强风，有没有一种大杯和超大杯的感觉？这个按钮呢是控制温度的，轻按呢是对应红黄蓝、热风、温风、冷风，环形设计灯带啊，一目了然。长按呢是循环风。蹦迪灯带就是温度循环变化，这个稍后我来讲还是挺惊喜的。所以它的按键呢是比较简单和舒适的，不像 Dyson 很多时候你可能需要双手来操作。当然，如果你按得很溜啊，手指很长啊，就是也是可以单手来操作的。那风嘴呢和 Dyson 一样，也是磁吸的，就配了3个风嘴，急风嘴、顺滑风嘴，还有一个是扩散风嘴。重量呢是407克，大概就是 Dyson 的60%， Dyson 是697克。然后来看看 ICE Lite 这款走的是这个环保路线，很返璞归真的感觉，但不是那种廉价的感觉。机身重量呢是345克，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大概是240克，也就是比手机重我100克左右，我女儿也能够轻松拿起来。按键这里呢和 Swift 是一样的，只是灯的颜色是在这里显示，但是风嘴设计是不同的。ICE Lite 呢为了极致的轻量化，所以它采用的是这种卡扣设计，它只配了1个急风嘴，虽然配件是少了一点啊，但是我觉得对于日常大部分人来说呢，1个风嘴就已经足够了，而且卡扣设计也很牢固啊。不过虽然吹的时候这个风嘴很严，但是我每次用完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我会把它啪叽的一下放在化妆台。可能我这个人太糙了，每次它都会震下来。还有一个是进风口的设计，就它都是在手柄底部啊，是一样的。接下来我来说一下性能对比。作为一个头发又长又多且每天都要吹头发的人，好吧，偶尔也会懒得洗，对这件我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有3个要求。第一个是要快，老娘真的很急的去睡觉。第二个呢是要轻，白天举铁已经累死了，晚上不想再来30个组间歇了。第3个呢是不要伤头发，毕竟头发从出生那一刻它就死了。我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要再残忍的伤害它。其实呢还有第4点啊，最后来说，首先呢我们来测评它的风速啊，不要被这些天花乱坠的数据给蒙蔽了双眼。毕竟我都看不懂，我就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那这决定头发吹干速度的因素是你扒拉头发的速度。是吹风机的风速和风量，那风速越快呢，它穿透力越强。风量呢，就是单位时间内通过空气的体积。莱芬吹风机和 Dyson 吹风机对比的时候呢，会发现莱芬写的是风速 ，Dyson 写的是风量。这个不是单位换算的问题啊，而是2种设计取向。我自己的使用体验和我看其他专业科普测评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其实都差不多。我这个头发的长度和这个量，5分钟之内都能吹干啊，前提是你洗完头发之后先用那个干发帽啊，没有这个作弊神器肯定是不行的。然后呢，大家会测的是电机的转速，就这2款呢都是11万转，但是 Dyson 呢在静音和手感上做了更多的风道消音，它的代价呢就是极限风速会被吃掉一点。2台都很强，侧重点不同。然后就说到温度，就像刚开始提到的，头发其实是死的，那所有对头发的伤害都是不可逆转的，是永久的伤害。头发的角蛋白呢在60摄氏度这个附近就已经开始软化，70度以上呢就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。所以吹风机呢绝对不是越热越好，很多传统的吹风机可能轻松能够吹到100多度。拔毛啊，我每次在宾馆遇到那种传统的就是那种电热丝的吹风机，我都是哎呀你说不出来的味道，糊巴了的感觉。其实说到温控这里啊，不得不承认做的最好的还是 Dyson， 而且它还有一个头皮保护功能，就是 Scalp Protect， 它可以通过距离传感自动下调温度，让吹风机在靠近头皮的时候呢，温度能够维持在55度，就它不会超过这个温度，也就不会烫头顶。但是它这个保护只是保护的头皮啊，不是头发啊。当然保护头皮也是非常重要的了，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头发也尽量不要超过60度，就是相当于莱芬这一款的温风黄色的这个风啊，它也是智能恒温，就是它温
温度可以恒定在50度这个范围，它不会出现忽冷忽热的这种拉扯感。那它的风的温度呢是有80度的，这个我是没有在用的，我也不建议大家用。OK， 那温度这里呢 IC Light 也是一样的，3个档加循环风。这个循环风啊，可以说是除了价格以外最大的亮点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循环风就是冷热风自动交替的模式，就是热风、温风、冷风这样不停循环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天才设计。它热风刚把头发加热到一定的温度，冷风就来了，它就立刻降温了，这样头发呢永远不会过热，而且干发效率还是很高，就特别像炒菜的时候大厨会不停颠勺。我们为什么要颠勺呢？就是为了让食材受热均匀，不会糊。那循环风呢，就是在给你头发颠勺啊。其次呢，这个功能对造型特别有用。热风负责塑形，那冷风呢负责定型。那循环风呢就把这个步骤自动化了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想做一个内扣，那如果你想纯用吹风机来实现的话，就是一般步骤就是你先热风塑形，然后切换冷风定型，定住这个弯儿。那开循环风的话，它就可以快速完成这个步骤，而且它蓬松度和持久度都更好。早上吹完到晚上头发还是有型的，不会塌下来。而且呢，按键非常的方便操作，就是你长按就循环开始蹦迪啊，再按一下呢就回归冷热风恒温的模式。而且给孩子吹头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循环风简直就是救星。我女儿现在特别喜欢这个模式，她就说啊，一会儿热热的，一会儿暖暖的，一会儿凉凉的，很舒服。然后就是这个我之前没有意识到的，其实真的很有用的负离子功能。这个不是噱头，这个是真的有用。因为当我们梳头发或者吹头发的时候呢，摩擦会产生静电，也就是正电荷。这些正电荷呢会让头发互相排斥，结果就是头发炸毛啊、毛躁啊、乱飞啊。那负离子它能够做3件事儿：一、中和静电，减少炸毛；二、打散水滴，形成更细的水分子，帮助头发更好的吸收；第3个呢就是帮助毛鳞片合拢，增强光泽。Swift 呢是2亿的负离子 ，SE Light 是1.5亿。Dyson 吹风机呢，我其实是查不到这个负离子数据的，他们官网也没有写，宣传的侧重点也不在这儿。但是我用了莱芬之后，就会有一种，我还没有涂东西的头发就很顺滑了的感觉。而且2亿呢和1.5亿的负离子浓度已经达到了专业护理的级别了，尤其是对染烫后的护理效果特别的友好。OK，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个吹风机的使用方法以及一些我吹头发的心得。因为我们亚洲人的头发一般都是比较粗硬的发质，就是这种毛鳞片很紧密，水分不易进出。就比如说我，所以呢我会需要更高的风速去穿透发丝，就是开超大杯，然后呢这个温度呢尽量控制在60度以下的温风，从发根开始吹，把风打进发根，或者是你可以低着头发吹，不信你可以试一试，就是很明显的，你低着头发从发根开始吹会干得更快。那等头发吹到了差不多这个80%干左右呢，你就可以涂抹发油啊、精华呀、发霜啊。那涂完呢，再用冷风封住毛鳞片，锁住这个水分和结构。那如果你是细软发质或者是小孩子，就是毛鳞片呢相对松，就容易受损和塌，那尽量的是用中等的温度来吹就可以了，用强风啊，用大杯，温度控制在50度左右，尽量的避免在同一个位置吹太久，或者是呢你可以上这个扩散风嘴去分散风力。吹的过程中呢，也尽量用手撑起来发根啊，不要一直贴着头皮吹，不然头发会更趴。那如果你是受损发质啊，比如说染烫完之后，我最近刚染完，新发色怎么样？就加了一点蓝的这种冷棕，好看吗？就是我们染烫之后，这类头发的特点呢，就是毛鳞片受损比较严重啊，保水能力就变差。以低温为主，可以直接上循环风去吹，在吹发的过程中呢，可以上2次精油，吹到半干的时候上1次，然后吹到80%干的时候再上1次，这样头发会很明显的闪亮的多。最后冷风定型的时间拉足，你用冷风多吹一会儿，可以减少后续的毛躁问题。那这类的头发呢，也可以用这种鬃毛梳，呢也会更顺更亮。OK， 说了这么多，我最后来总结一下吧，给一个非常诚恳的购买建议啊。那先说这个 Dyson Neura， 我必须承认 Dyson 确实是吹风机界的标杆，它的开创性啊，它彻底改变了吹风机这个行业。毕竟在它之前，没有人想过吹风机可以做成这样。Dyson 在马达技术啊、空气动力学啊、温控算法上的研究，是其他品牌在短时间内很难以超越的。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，Dyson 的配件更丰富，美发产品啊，到卷发棒啊，到各种的造型风嘴可以满足几乎是你所有的需求。我这次回国因为电压问题嘛，所有的 Dyson 产品你带回去都是不能用的，所以我都没有带。我真的是太想念我的 Airwrap 了，就没有它，我的生活的不便利的感觉已经觉得我出不了门。虽然我在国内也有莱芬可以用，就是因为便宜嘛，就买一个还好，但是我没有做好啊，只待1个月我就买一个 Airwrap 的准备。所以呢，我所有的造型都是用吹风机加梳子来完成的。真的，我太想念我的 Airwrap 了。说回来，这个 Dyson 吹风机啊，毕竟我用了他们好几代产品，用了10年了。我
我对它是非常有感情的，而且它结实、好用、好看。不得不说，这造型、这质感，除了贵，499的价格没有任何的毛病。我还是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预算充足，你肯定是 Dyson Nuro。加莱芬 Swift 都说预算充足了啊，毕竟这个循环风真的是很便利。那说到莱芬 Swift Special 呢，它的标价是159啊，你还可以叠加折扣码，打完折之后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是可以。虽然没有头皮智能温控，那你拿远一点就好了嘛。而且它自重很轻，就不要看407克对比啊697克，貌似好像没有差多少。你拿在手上5分钟以上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物理上来说，就可能5分钟就差了1000多克的差距。所以呢，我很多时候其实是更愿意用莱芬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很累啊，我就想让胳膊轻松一点，毕竟吹完我自己还要再吹妹妹。而且呢，就这款的配件呢，虽然没有 Dyson 多，只有3个磁吸的风嘴，但是基本上也覆盖了所有的需求了。你看急风嘴可以快速吹干头发，这个是我最常用的。然后它的顺滑风嘴可以做内扣啊、外翻的造型啊，扩散风嘴可以适合卷发呀，或者是你头顶蓬松的效果。毕竟它这个1/3的价格实现了 Dyson90%的体验，觉得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呢，这个性价比都是很高的了。然后呢，是这个 SE Lite， 就是他们最便宜、最轻的这个版本，标价99，只有345克的重量，你举着个带手机壳的手机的感觉，绝对的，它会改变你对吹风机的认知。就是你会发现，我去，吹风机可以这么轻，这么猛啊！虽然风速呢是比 Swift Special 稍微低了一点，它是19米每秒，但是呢，对于日常使用完全足够了。就我的头发5分钟绝对能吹干。1.5亿的负离子，每秒50次的温控，那它的核心功能是一个也不少。给孩子用呢，也是轻便且安全，出门旅行带着，干净卫生，也不用遭那个宾馆那个破吹风机的洋罪了啊！最后我想说呢，从我内心来讲，我还是非常爱戴森的产品的，可以说他们家每一个产品我都有。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品牌，它改变了整个的行业，也改变了我们家就我自己的生活。但是莱芬的出现呢，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，好的技术它可以更亲民，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，不是简单的谁取代谁的问题，给了消费者更多的选择，可以让整个市场更加的精彩。就你们都给我卷起来，卷起来啊！那选择哪一个呢？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和预算。正确的使用方法呢，可能远远比昂贵的工具更重要。这句话居然来自于一个设备党，全靠设备。OK 啦，希望我的分享呢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评论区交流。我是Evie，感谢你可以看到这里，那我们就下期见了，拜拜。